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大家回来到 Wiser Book。首先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谢谢你愿意再一次回来我的影片观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运势占卜，题目是4月份有机会运势一飞冲天吗？选项有组只有分别是1、2、3。好，大家可以依照直觉看我那一组牌卡在发光，或者是选项小物比较吸引的目光。那今天的选项小物是这个康士美的袖珍的这个面纸。好，那有不同的一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绿色，一个是粉红色。那代表牌卡是这个海星，然后长颈鹿，还有这个狐狸。那大家可以依照直觉看我们那一组牌卡在发光。那今天帮大家选这个选项小物摆上去之后，才发现，原本抽到这个选项牌卡也有一个长颈鹿。那看来，今天长颈鹿是我们的幸运的一个动物。好，那也祝大家运势都可以像长颈鹿这样子非常的长，非常的圆高，非常的高手。在人群中一眼就可以看到大家，然后得到贵人的一个提拔，或者是运势上的一个提升。那我觉得刚好看到这么巧都是长颈鹿有4只在这边，对，所以突然的一个巧合，所以跟大家分享。那也祝大家运势都能够一飞冲天。好，那等一下我的影片在一开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前言，所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发生的事物或者是突然的一个感想或者是体悟，那都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主题。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多余的时间，或者是想要直接观看解牌的话，都可以到下方说明栏里面都有时间轴，直接观看你所选择的这个选项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在前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前几天我其实在研究要怎么帮这个影片上字幕。对，那现在我一直用的这个影片的一个编辑软体，它是有这个功能，可是每次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把它转出来，所以我并没有在我的影片中有放上字幕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对，那我其实一直以来还是蛮想要着手去进行这件事的。对，那透过现在 AI 其实变强大了嘛，然后我最近又去搜寻了，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软体可以辅助帮这个影片上字幕。对，那我发现有一个软体跟工具，或许有机会可以非常快速的帮我上这些影片的这样子的一个字幕，然后还可以转换成英文。那我觉得或许可以来尝试看看。对，那它其实是有免费的试用版的，但它有限制的一个影片的一个长度，就可能只有30分钟。那所以对于我的塔罗影片通常都是1个小时来说，可能会不太够。对，所以可能还是必须要付费升级。对，那现在可能它的订阅1个月可能要我1个月要100元吧，虽然不会到太贵，但我在想有没有需要去花这一笔费用来帮大家的影片上一个字幕，就是它的一个效益带来的一个效益，并不是说没办法付出这一笔金额，而是说它带来的一个效益是不是可以 cover 过去啊，或者是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影片的一个品质。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帮大家带来更高的一个影片品质啦。对，所以我可能会考虑的先用1-2个月尝试看看。对，但是我觉得它的订阅的这样子的一个费用并不算太便宜。对，所以我可能会订阅个几个月，那再看一下有没有就是对于影片不管是成长的幅度啊，或者是观看的人数有没有变多，那我再考虑要不要持续的订阅下去。对，那所以如果近期我的影片有上字幕的话，可能大家可以去
点点看一下有没有字幕的一个情况。那我可能最近会开始研究这方面啊，希望可以成功。那因为还有一些可能软体上要去学习的或尝试的，我也不知道这样子去订阅之后可不可以成功的真的帮我的影片上个字幕。当然昨天试用了一下免费版的一些功能，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看起来影片也会更加的清楚，对，所以希望把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更高品质的一个影片带来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影片有上字幕的话还请大家不吝啬的帮我按个赞啊，或者是留个言啊，可以继续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或者是让频道有这样可以继续永续经营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对，因为毕竟现在看塔罗的人虽然有慢慢的一个变多，对，但是其实上面的占卜影片其实也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在网络上，对，所以当然大家会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对，但是这样变得其实不太容易去经营啦，只能这样说。但我相信塔罗这个产业还是会越来越蓬勃的一个发展，虽然它的一个受众本来就不是很多，那再加上这个 YouTube 又禁止这个中国那边的人，应该是中国禁止他们来 YouTube 观看影片嘛，对，所以中文的一个受众其实就会相对的一个少蛮多的，对，所以要经营下去还是非常需要大家的一个支持。那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很欢迎你按个赞啊，或者是在下方留言啊，让我这个频道或者是影片有更多的一个曝光率。那我也相信塔罗应该会越来越热门，像我最近去诚品书店就放到很多的这个新引进的这样子塔罗的一个牌卡，对，那我觉得还蛮棒的，每次看到这个都会觉得很开心很兴奋又多了很多新的一个牌卡，那可以做选择，那也让这个大众有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管道，就直接买到这个塔罗牌或者是神谕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事。那也希望塔罗牌的不管是神谕卡或占卜的影片都能够继续的更加的发扬光大，那让他们的一个疗愈的一个能量能够更加的广为人知，是我最想要看到的，因为它真的可以去帮助你走过那个漫长的低潮或者是比较黑暗的一个时光，那它是用非常温柔的一个方式在支持着大家，在帮助着大家继续的往前走。那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温柔，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是你以为这个塔罗牌是没有功用的，因为可能你就觉得没有感觉我的状况没有变好或者是我没有立即的致富或者是谈恋爱或者是得到一份好的一个渊源那你可能就不会相信它了。但它其实它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潜移默化的，让你去更深层的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好，那就不跟大家多聊了，回归主题。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运势占卜，题目是4月份的一个运势有机会一飞冲天吗？那选项如左右右分别是1、2、3。好，大家可以依照直觉看我们的主牌在发光，或者是选项小比较吸引的目光，选择的时候尽量用直觉去感受就可以了。好，那我等一下把第3组收起来咯。把第2组收起来，再把第1组收起来。
嗨，第一组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大家回来到 White Book。那今天大家抽到的是这个选项小物，是这个蓝色的这个面纸。好，那我先把选项小物放在这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运势占卜，题目是4月份的运势将会一飞冲天吗？你今天抽到的是这个59号，代表的是 Starfish Spirit， 代表是这个海星的这个动物灵。他说 Open to Infinity。possibility， 他说去敞开你的心，去接受这种无限的一个可能性。好，这个是大家抽到这个选项牌卡。那接下来是这个我自己制作的这个字卡，抽到的是 move 动作。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彩虹卡，抽到的是 I rejoice in the company of friends， 我很高兴有好朋友的陪伴。好，接下来香德罗斯雷曼牌卡抽到的是 Club 这个幸运草，代表是2号。好，这个4月幸运草2号可能是大家生日的一个日期，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再来是这个熊赞卡，抽到的是物质足够。他说我是丰盛的，生活中不虞匮乏，感谢我所拥有的一切。好，那这个熊赞卡跟彩虹卡都是橘色的一个能量。好，接下来是这个幻境塔罗牌，抽到的是 Nine of Cups， 是圣杯骑士。好，再来是 Wisdom of Oracle， 抽到的是52号，代表的是 Mandy， 修复、修补、复合或复联。好，再来是这个绿魔法学院卡，抽到的是9号，代表是洋葱，有保护的一个意思。但有可能大家非常的喜欢吃洋葱。好，那9号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生日的一个日期，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好，再来是这个Energy Oracle card， 抽到的是45号，代表是 Man holding a heart， 男士拿着这个爱心。好，那再来是 Mulaj Oracle card， 抽到的是 You are good enough， 你已经够好了，代表是 Full Moon in Virgo， 代表是满月在处女座。好，接下来是这个天使回应卡，抽到的是 Take Action， 采取行动。好，这边有个动作 Move 跟动作行动。好，再来是21号，代表是 Resilience， 代表的是这个坚毅啊、坚韧不拔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非常勇敢的向前走。好，再来是这个 Modern Witch 塔罗，那因为盒子放不下，所以我们放在前面，抽到的是 Chariot， 代表是战车牌。好，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Trust your intuition， 去相信你的一个直觉。My life is truly guided。他说，人生是被指引的。好，然后再来是传统韦特塔罗牌，抽到的是 Seven of Wands， 是权杖7。好，再来是这个浪漫天使牌卡，抽到的是 Give your relationship a chance。他说给予你这段感情一个机会，代表是 Work on your partnership， 去努力的在你的这段关系中努力。好，微笑，稍微调整一下牌面，让大家看得比较舒服一点点。那第一组的大家4月份的运势有机会一飞冲天吗？好，首先我看到的是在桃花感情上的一个能量是还蛮不错的，因为有抽到一个 Man holding a heart， 然后跟 Nine of Cups 这个是枚骑士，所以有一个人应该会带着真心来接近你，或者是来靠近你，所以大家应该会觉得最近的桃花运啊，或者是最近的魅力啊暴增，然后会觉得好像走在路上很容易吸引他人的一个视野，不是视野，接受别人的一个就是眼光朝你
发射，对，那就是一直看着你，但是你可能也没有穿得特别漂亮啊，或者是特别的一个打扮，但很自然而然的，可能你目前的一个气场还有一个能量啊，非常非常的一个吸引人，对，这是我收到的一个能量。那还有一个能量是这个mending， 就是复合跟复联的一个的能量，所以有可能这个人也是可能是你的一个前男友，想要回到你的一个身边。那有一些人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你没有前男友或前女友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个在你身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欣赏你的人啊，他一直以来都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行动或者是表白，但是你可以觉得暗暗中的觉得他好像一直在观察你，或者是一直在偷看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然后是用一个非常真挚的一个眼神在凝望你啊，或者是在观察你。好，那虽然听起来会有一点怪，对，但是我相信很快的他应该会采取行动。对，那宇宙想告诉你说，你自己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一个压力啊，或者是苛责啊，觉得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或者是过去的一个往事，你可能会有时候会回想起来。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以前遇到了很多的一个困难跟挫折，或者是一些跟你作对的一个人，或者是身边的一些小人，总是阻止你去完成你的一个梦想，或者是说你不可能啊，说你永远不可能会成功啊，然后叫你不要继续努力啊。那其实他们都是很害怕你有一天你会成功，对，因为你总是这么样的有毅力，你总是这么样的一个刻苦啊，不会害怕你的心血白费，不会害怕你付出的一个时间跟心力，你知道你必须要继续的一个往前走。对，那虽然中途可能很多人的一个阻拦，不管是家人的一个反对，同事的一个阻挠，或者是同学的一个嘲笑，或者是看轻啊，我相信你都没有放弃的你的这个目标跟梦想，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也非常的恭喜大家，然后也非常的替大家开心，你并没有因为旁人的一个言语啊，或者是周遭人的一个反对啊，而选择放弃这个目标跟梦想。反过来的是，你是更加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完成你所想要去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你所想要达到的一种状态。那宇宙想告诉你说，就继续的前进，采取行动，继续的前进就好了，不用管其他人在讲什么啊。你就像这个 Chariot 战车牌，你是骑着这个摩托车的，就继续的往前冲。对，那后面的人要怎么说就随他去嘛，反正他也没有车子，他也赶不上你。你看你手上还有拿着这个魔法棒，对，所以旁边还有2个天使这个神兽在旁边守护着大家，所以大家不用害怕，勇敢的往前进。你有看到吗？这个也是类似马，哪有翅膀？那你看这个宇宙跟天使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守护动物灵啊，正在旁边守护着大家帮助你去飞翔，帮助你去扬升，帮助你去完成你的一个目标跟梦想在旁边眼里可能看起来你很傻你很天真，然后你很不切实际，对，但这其实就是你该走的一条道路。那身边是有这个守护灵啊，或者是这个宇宙跟天使拍下来类似独角兽的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在旁边支持大家往前飞，往前冲。那不要再去管后面的人的一些闲言闲语啊，或者是批评啊，或者是嘲笑啊，那一切都不重要。重点的是你一定要知道的是你的目标就在前方，请相信你内在的一个声音，聆听你的一个直觉当你更加相信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其实你内心都一直知道你应该要往哪里去，你应该要做什么，只是有时候难免我们还是会没有自信难免会稍微被外在的一个言语啊，或者是周围人的一个影响
想啊，而去怀疑自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正确的，我这条路有没有走错，我这条路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这么样的一个不切实际，太过天真，太过冲动了。那其实不是的，做有些事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需要冲动，还有一股勇气，你才能够跨出那一个第一步。那我觉得宇宙想告诉你的是，就是去行动吧， take action， 才去行动，往前冲。Chariot 战车牌这3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也不算暗示了，算是明示了，就是大家就只要继续的往前走就好了，因为这条路是专属于你的一个幸运，那你前方有这个无限的一个可能性，正在等你去创造，正在等你去开创。也许在旁边的人会觉得你很笨，你很蠢，你永远都不会成功，对，但其实只有你内心知道你这个梦想是有可能接近现实的，那只有你愿意去采取行动，所以最后成功的当然只有你会成功，因为其他人都不相信他会成功，其他人都不相信这件事能够完成，或者是达到你所要的一个目标，他们在第一关就放弃了，而你持续的努力的走到第2关、第3关、第4关、第4关、第5关，而且你中间都没有想要放弃，或者是休息一下，或者是喘息一下，你还是继续，即使非常的一个辛苦，我觉得大家还是咬着牙给他撑过去了，对，所以非常非常的一个棒，那大家也非常非常的一个勇敢。还有相信自己，你才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冥冥之中都有这个天使在旁边守护着大家，这个神兽啊、独角兽啊在旁边守护着大家，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啊，相信你要的那一个目标，你要的一个状态，它绝对会来到你的一个生命之中。好，那大家其实是有这个显化的一个能力的，所以不用担心。那在4月份应该会有带来很多的一个好运啊，或者是机会啊、贵人啊来到你的身边，甚至在感情上方面也都会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结果。那也有可能有前女友或者是前男友会想要过来跟你复合跟复联，那我相信只要你们2个愿意去再为这一段感情付出一些努力，这个是有机会开花结果的。好，那在4月份我觉得很棒的是，你也会非常享受，虽然忙碌，虽然充实，虽然必须要去很扎实的一步一脚印，或者是每天都很规律的去完成你所要完成的一个作业，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专案，或者是目标，但是在这个休闲的一个时候，大家还是会跟好朋友聚餐啊，聊聊天啊，分享生活啊，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就是透过可能跟朋友聚餐聊天，然后吃一顿不错的一个餐厅，喝一杯下午茶，那来去放松这个生活中的不管是挫折或者是压力，或者是旁人的一个不谅解。我相信好的朋友一定可以懂你在做什么，他们也会支持你去完成你的一个梦想。那毕竟我觉得好朋友算是一个你生活的一个抒发的一个出口，就是彼此互相听听自己的一个梦想啊，自己的一个目标啊，虽然还没达成，但是以朋友的一个角色，可能听听就过去，或笑笑就过去，就一起分享这样子有梦最美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对，那这个梦其实也有可能会成真的，但是你跟其他人说，跟你的父母亲说，跟你的同事说，跟你的老师说，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不切实际啊，他们可能会觉得你这样子太过的一个冒险或冲动，对。但我觉得好朋友在你身边会比较像一个同辈的一个方式，帮助你扶持你继续的一个前进，有这样前进的一个动力啊，你可能会在朋友那边找到这个支持的一个力量。好，那这个是我想表达的。好，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哦。我相信从第一组看来，大家的一个运势还蛮不错的，继续勇敢的前进，采取行动，相信你所想要的，它都会来到你的身边。那你的前方是拥有这种无限可能性的一个未来在前面等着大家的，所以继续相信你的直觉，
聆听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不要去管外界的一个杂音。好，那这个是我想送给第一组大家的一个解牌。那最后再帮第一组的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绿魔法神谕卡的这个指导书。你今天抽到的是洋葱，有保护的意思。它是在9号，那是在30页，有可能在看影片，大家是30岁本，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好，那下面有一句话说，对他来说，红高丽菜和绿高丽菜就是翠玉和勃艮第葡萄酒，是绿玉髓和红斑岩，人生中没有任何武器能抵抗这样子的女人。好，这句话是艾德娜·费伯。这张牌卡的意思是，洋葱会跟你分享承担责任和赋予人生力量的方式，这表示你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你受到保护，必须继续走下去，不要放弃，要相信自己，聆听内在的声音，现在的你的真实本性才是最重要的。注意不要去做你真的不了解或是不属于你个人旅程的事情。代表的星座是牡羊座，所以有可能在看影片的大家是牡羊座的。那这边有牡羊座跟处女座的一个能量。对，那我觉得蛮符合今天帮大家抽的牌卡的，就是继续的相信自己，不要放弃，然后继续往前走，采取行动，继续的前进。那前方其实有无限的一个可能跟丰盛在等着大家。好，那下面的这个魔法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我自己没有尝试过。如果你自己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到书店购买这绿魔法神谕卡回家自行研究。好，那最后再帮第一组大家翻一下这个爱的解答之书。如果最近有比较困扰你的一个问题，可以是工作、事业、爱情、人际关系，各个面向都是可以的。然后翻开出一页，里面会有一句话，给大家当做一个提点。那当然遇到占卜，所以不可能符合到所有人的一个问题。如果翻开出来之后，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不要吸收，没有关系，当做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我现在帮第一组大家翻开出一页咯。抽到的是 The difference could be thrilling。他说差别会大到让你合不拢嘴，差别会大到让你合不拢嘴。好，这句话送给大家咯。如果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者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把它吸收没有关系，当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非常感谢大家聆听到现在。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是订阅。我想要做过新影片的话，也可以开启下方的小铃铛，这样只要我有新影片的话 ，YouTube 就会通知你们。我一个礼拜会上传2部影片给大家，一部在星期二，一部在星期六。当然，一部是爱情占卜，一部是运势占卜。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那频道有开放会员的一个制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或是想要支持我永续经营外色不可塔罗的占卜频道的话，也欢迎你透过加入会员的一个方式来支持我，有足够的一个时间、经费还有能量，继续帮大家拍摄类似影片提供给大家。会员主要分3个阶级，主要分初级、中级跟高级，都分别享有不同的一个福利，在下方说明栏里面都有更详细的一个介绍。好，那我们今天手上戴的手环也是我自己制作的手工的一个水晶手环，如果你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到我的虾皮卖场做做逛逛哦。好，那最后还是非常感谢老朋友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谢谢愿意再一次回来我的影片观看，开心能够透过这个频道认识大家。我相信有缘点进来的你都是一种缘分啊，不管你是新朋友或者是旧朋友，都很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也很欢迎你透过用按赞啊、留言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加入频道会员的一个方式来支持我去经营这个频道啊。希望我的频道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塔罗牌跟神谕卡，而不仅仅只是把它当做算命啊、迷信的一个工具。其实它是一个很好认识你自己的一个媒介，透过塔罗牌，让你更加的了解到心中一直以来压抑的一个情绪，或者是一直以来不敢去正视的一个痛苦，或者是一个课题。对，那因为当你直面它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的痛苦，会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很多人会不自觉的直接忽略它，或者是当作没有这回事，或者是当作没有这个伤痛，那他就不用去面对这个痛，他就不用去面对这个苦，他就不用去面对这个
恨了。对，但其实它一直以来都已经埋藏在我们的心中了。只要你愿意去直面它，只要你愿意去面对它，你就有机会去跨越它。那这个也是塔罗牌最大的一个疗愈的一个地方。那我相信塔罗牌可以陪伴大家去度过你的一个低潮跟难关。只要你愿意把你的一个心打开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支持，它的一个疗愈，它的一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好，那我们解牌到这边喽，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好，第一组结束喽，感谢大家聆听。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者订阅。不想错过新影片的话，也可以开启下方的小铃铛，这样只要我有新影片的话，YouTube 就会通知你们哦。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稍等我一下，我喝一口水。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大家回来到 White Book。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运势占卜，题目是4月份，有机会一飞冲天吗？好，你今天抽到的这个选项小5是这个绿色的这个面子。好。这个是大家抽到的这个选项小物，那你今天抽到的这个选项牌卡，其实一样是这个长颈鹿这个动物灵。他说 see the big picture， 他说从更高的一个视角或视野去看待这件事情。好，代表29号可能是你的年龄或者是生日的日期。好，接下来是这个绿魔法幸运卡，今天抽到的是这个香蕉，代表是2元。有没有人很喜欢吃香蕉？好，那27号可能是你的年龄或者是生日的日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 Modern Witch 塔罗，因为盒子放不下的时候，我们放在前面。抽到是 Page of Swords，是宝剑侍从。接下来是 Angel Coca， 抽到的是14号，代表是 Reincarnation， 非常有爱的一段关系。那这张牌是我非常喜欢的牌卡，非常有爱意的一张牌。那14号可能是大家年龄或者是生日的日期。好，再来是 Angel Coca 月亮牌卡，抽到的是 A New Star is Coming， 他说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即将来临。好，再来是天使回应卡，抽到的是 Meditation brings answer， 他说冥想会带来解答。好，再来是这个 Queen of Moon Oracle， 抽到是26号，代表是 Surrender， 代表是臣服。好，那这边有2627是个连号，如果大家对天使数字不排斥的话，可以找找看2627有没有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好，再来是牌卡是这个 proceeding softly 这个温柔的前进。My inner power grows in a moment of quietude， 他说我的内在力量将会成长，当我享受这个宁静的一个片刻的时候。好呢，再来是这个浪漫天使牌卡，抽到是 Let your friends help you， 他说让你的朋友帮助你 ，ask for and accept support from others， 他说去要求并接受其他人的一个协助跟帮忙。然后再来是 Wisdom of Local， 抽到的是26号，代表的是 Happy Happy 快乐快乐。那26号刚才也是重复的一个数字，那如果大家对天使数字不排斥的话，可以查一下26有没有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好，那这个巧合绝对不是巧合，所以今天这组牌卡的共识性会非常的强。好，再来是幻境塔罗牌，抽到是 The Hermit， 代表是隐士牌。再来是这个传统维特塔罗牌，抽到是太阳牌，恭喜大家喽！太阳牌在不管是塔罗牌或者是雷诺曼牌卡
都是非常好的一张牌。抽到的是30号，代表是 Lily， 代表是百合花。那最近大家也可以买一束百合花，放在家里，增加这个整个房间啊，或者是客厅的一个能量。好，再来是这个熊赞卡，抽到的是给予，我愿意付出，我能给出爱，表达爱。再来是这个彩虹卡，抽到的是 I have a choice and I choose loving thoughts concerning myself and others， 无论对自己或别人，我都选择爱的想法。好，再来是我自己手写有关的一个单字，你抽到的是 wedding， 这个是婚礼。好，第二组的大家，这个4月份有机会这个一飞冲天吗？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大家在4月份的一个能量是非常非常棒的。我觉得大家其实灵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悟性其实还蛮高的，或者是先前可能经历过了一些事件啊。让你学会了这个臣服，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挑战，但是你选择接受它，你选择放下它，你选择继续的一个往前走。那以前可能受过了一些伤害，或者是受过了一些背叛，或者是欺骗，对。但我觉得大家选择接受它，那并知道这是宇宙冥冥之中的一个安排，它正在引领你着前进，去到一个更棒的一个地方，去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公司，去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去到一个更棒的一个城市。对，那没有透过这些事件的一个刺激，或者是没有透过这件事件的一个发生，你可能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或勇敢或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去往前迈进，或者是跳出你的一个舒适圈。对，所以事情它并没有绝对的一个好与坏。那你可能会说我遇到这个烂人，或者是我遇到这个渣男渣女，我遇到了这个霸凌我的公司或者压榨我的一个公司，难道不算就是坏事吗？对，但你从当下的一个角度，你当然会觉得很生气、很难过，很不甘心，觉得为什么要欺骗我？为什么要背叛我？为什么要离开我？对，但其实它背后都有更大的一个原因跟目标，让你从这段关系的一个挫折，或者是这段关系的一个痛苦，去学到一些事情，让你更加的看淡人世间的一个所有的一个事情，然后用更高的一个角度去面对你生活中的种种的，不管是不顺遂或者是困难，因为人生是没有一帆风顺的，绝对没有一个人是不用经过生老病死的，甚至是分离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父母亲会离开，总有一天你的伴侣会离开，总有一天你自己也会离开。所以没有一个人的一个人生是永远的顺风顺水的。那透过这些苦难，透过这些经历，透过这些剧情，上天安排好的刻意的一个剧情，让你去发现生命中真正的一个美好，或者是真正所应该去追求的一个真正美好的事物应该是什么。我觉得过去的一个经验啊、痛苦啊，或者是课题啊，让你去非常的静下来去深思，知道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或者是知道自己不应该再重蹈覆辙进入到那样子的一个职场，或者是那样子的一段关系，或者是不该如何的这样子苛责自己，或者是不相信自己。对，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个痛苦啊、折磨啊、磨难啊，你反而会发现自己内在真实的一个力量正在成长，正在茁壮，正在变得更加的一个勇敢。你不会害怕去跨出你的舒适圈，你不会害怕去结束某一项事物，你不会害怕离职，你不会害怕分手，你不会害怕离婚。
或者是失去，你不会害怕一段新的一个事物将会来到你的一个身边，因为你相信一旦有失去、有离开、有分开、有分手、有结束，那相对的就会有一段新的开始启程，新的机会，新的一个工作，新的一个贵人，新的一个机运来到你的一个身边，所以它是坏的吗？它是不好的吗？你会说结束这一段感情是不好的吗？但是它可能让你去认识到一个更棒、更优秀的一个伴侣呢？你会说离开这个压榨的这一间公司是你人生中永远的一个应该说你进入到这个不好的一个公司，或者是压榨你的一个公司是一个污点嘛？我觉得倒也不尽然，它可能是让你更看清了，在这个公司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文化是不对的，是不平等的，是可以离开的。那当你到了下一份工作，你才会发觉，哇，以前的一个公司真的是没有良心，以前的那个伴侣真的是太过分了，怎么我自己会允许自己被这样子的一个被这样子的对待，不是虐待，被这样子的一个对待，但是你可能忍了1年，你觉得忍了2年，因为你害怕你离开之后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公司，或者是找不到更好的伴侣，或者是找不到更合适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地方，但你殊不知之前的一个经历根本就是像地狱般的一个生活，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好险大家勇敢的离开了，好险大家勇敢的往前走了。对，所以现在的大家是离开那个低潮，离开那一个不开心的一个地方，离开不适合你的一个人事物。那当你完全的去聆听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天你都过得非常开心，每一天你都过得非常的一个快乐。为什么？因为你勇敢的去选择你所想要待的一个环境，不管是工作职场，不管是你身边周遭的所有的朋友或者是伴侣，都是你透过这个选择而来的。那不该留的，你就会让他们留在过去，那就不会继续的跟你有关联或者是有关系。那间接的在你的生活中就会留下只属于你的一些美好的一个事物。对，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就是透过以前的一些困难啊、挫折啊，你学会了筛选，你学会了如何一眼就看清这个人背后的一个目的地，或者是这个职场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或者是他有没有这个压榨你，或者是利用你的这样子，消耗你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可以一眼就辨别出来了。因为大家已经经历过那一个折磨了，经历过那个环境了，所以你会一眼的或者是直觉的本能的就能够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这个地方很棒很不错，因为跟我上一份工作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不好所带给你的一个好的一个成长，对，让你知道，让你了解到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你会说这个是完全的好或不好吗？也不尽然。那当你到了下一段公司之后，你可能又有另一份的一个贵人或机缘的一个机会。所以有时候你不能短暂的去看这个事情是好或不好。你在当下可能可以说这件事是好或不好，但是过了1年，或过了2年，或者过了3年之后，说不定以前认识的人未来会成为你的一个贵人。虽然以前跟你是敌对的一个敌人，未来会变成你的一个贵人，或者是伴侣，甚至是朋友，一切都很难说。所以当你用更高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发生在你身边的所有的一个事物，它是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的。那
在当下当然有绝对的好与坏，因为你感受难过，你感受不开心还是开心，对。但是从远的一个角度去看来，你很难判断你现在当下的感受真的是真实的吗？也许你1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你会感谢当初的自己，或者是感谢当初那件事的一个发生，让你有机会去体验一个不同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样貌，对。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过的去执着于某件事情，当你学会臣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未来的路越走越宽广，你未来的路越走越开心，因为你已经懂得去如何筛选适合你的一个人事物的。有时候懂得放下，有时候懂得去放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智慧。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的peaceful， 非常的和谐，非常的享受在你所创造的这个生活里，因为生活里都是你所热爱的，或者是你喜欢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那你不喜欢的朋友跟同事，可能已经被你断联了，可能已经跟你渐渐的没有联系了。那其实都是你为你自己做的一种选择，那也为你带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伴侣的一个关系。我相信在现在的大家应该有一个非常甜蜜的一个伴侣，那你们可能已经打算同居啊，或者是订婚啊、求婚的这样子一个阶段的，那你可以感受到对方非常真诚的一个爱意，那你们也打算更进一步进入到了订婚或结婚的一个阶段啊，非常恭喜大家。好，那这边给我感受到，他说 Let your friends help you。你看，这女生穿得非常漂亮，然后让旁边女生在帮她打扮。那我这边也感受到一个能量，其实有可能大家要举办婚礼，那现在可能在找你的一个伴郎跟伴娘啊，那我相信也会非常的一个顺利的，他们会非常乐意的去当你的一个伴娘或伴郎。那只要你们愿意开口的话，寻求这个帮助，那我相信他们会非常非常的乐意接受。也或许你们要举办婚礼，可能会需要有人去在那边代位啊，或者是收礼金啊，或者是帮你check 一些这个婚宴的一个流程啊，那我相信你的朋友都是非常非常愿意帮助你的，所以大家不用太过的一个担心。好，这个是我额外收到的一个能量跟讯息。那整体来说，我觉得4月份是大家非常开心愉悦这样幸福的这一个月份，那也有可能刚好就是你举办婚礼的这个时间点，或者是你正在筹备婚礼，那非常非常的好。大家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因为你提高你自己的能量，你提高自己的一个视角跟视野，所以你看待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式并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执着跟控制啊，你选择臣服于当下。那我相信一个全新美好的一个生活的样貌即将在你面前展开了。那有可能是准备新的这样同居生活啊，或者是跟你的一个伴侣决定共组一个新的一个家庭。好，那这是我收到的一个能量。最后再帮第2组的大家念一下这个绿魔法幸运卡，抽到的是香蕉。表示27号，那是在70页。好，那这边代表的下面有一句话是：原意是文明和社会性的，但他想要生灵和叛徒的活力和自由。说句话是亨利·大卫·梭罗神谕卡的这个意思是，这时候要看光和影彼此间的关系，两者都很强大，各自都有适合你的正向特质和值得学习的优点。任何问题的答案或许退后一点能让你获得更好的一个视野，因为香蕉要你往后退，看看地平线跟更广大的格局。即使现在某些事情不顺心，也不要对任何情况屈服。好，那代表星座是巨蟹座，有可能在看影片大家是巨蟹座的，大家
家当做一个参考，但是不一定要是。好，那就帮大家解牌到这边咯。如果你自己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行到书店购买这个绿魔法生育卡回家自行研究。好，最后再帮第二组的大家翻一下这个爱的解答之书。如果最近有比较困扰你的一个问题，可以是工作、事业、爱情、人际关系，各个面向都是可以的。然后分开出一页，里面会有一句话给大家当做一个提点。那当然一种占卜，所以不可能符合到所有这个问题。如果分开出来之后，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不要吸收，没有关系，当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我现在帮第二组的大家翻开出一页咯。抽到的是 ask for more， 去多要一些 ，ask for more， 去多要一些。好，这就要送给大家咯。如果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不要吸收，没有关系，当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非常感谢大家聆听到现在。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是订阅。不想错过新影片的话，也可以开启下方的小铃铛。这样只要我有新影片的话 ，YouTube 就会通知你们。我一个礼拜会上传2部影片给大家，一部在星期二，一部在星期六。通常一部是爱情占卜，一部是运势占卜。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那频道有开放会员的一个制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或是有想要支持我永续经营 White Book 塔罗占卜频道的话，也很欢迎你透过加入会员的一个方式来支持我足够的一个时间、经费还有能量，继续帮大家拍摄类似影片提供给大家。那会员主要分3个阶级，主要分初级、中级跟高级，都分别享有不同的一个福利，在下方说明栏里面都有更详细的一个介绍哦。好，那今天我手上戴的手环也是我自己制作的手工的一个水晶手环，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到我的虾皮卖场走走逛逛。好，那最后还是非常感谢老朋友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谢谢你愿意再一次回来我的影片观看，很开心能够透过这个频道认识大家，不管你是按赞留言或是订阅，或者是加入频道的会员，或者是购买我的手环，又或者是给予我超级感谢想要捐款的赞助，真的都非常感谢大家运用实际的一个行动来支持我，很开心能够透过这个频道认识大家。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塔罗牌跟神谕卡，而不仅只是把它当作算命啊、迷信的一个工具。其实它是一个很好认识你自己的一个机会。透过塔罗占卜影片，慢慢的去释放你心中压抑的一个情绪，慢慢的去直面自己心中一直以来不敢去面对的一个事实。也许这件事让你非常的痛苦、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但是唯有当你去直面它的时候，这个伤痛才有机会被你去跨越，那才能影响未来美好的一个人生。所以要随时留意自己的一个情绪，随时去感知自己的目前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解牌就到这边咯，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好，第二组结束喽，感谢大家聆听。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是订阅。不想要错过我的影片的话，也可以开启下方的小铃铛哦。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稍等我一下，我喝一口水。嗨，第三组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大家又回到这个外侧不可塔罗。那祝大家周末愉快。你今天抽到的这个选项小物是这个粉红色这个面子包。好，那我先把选项小物放在这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运势占卜，题目是4月份你有机会一飞冲天吗？好，今天抽到的是27号，代表是 Fast 这个 Spirit， 代表是这个狐狸的动物灵，代表是 Think on your feet， 他说是站稳你的一个脚跟。好，再来是这个传统维特塔罗牌，抽到是 Ace of Cups 圣杯1。
是我自己手写的字卡，抽到是 regret， 这个悔恨、遗憾。再来是这个彩虹卡，抽到的是 I see in my mind that all people want love。他说我了解到每个人都想得到爱。再来是这个安德罗西人脉牌卡，抽到的是21号，代表是 The Mountain 这个高山。21号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年龄。再来是熊赞卡，抽到的是欣赏自己，我赞赏为自己做的每件事，不批判自己。好，那再来是这个幻境塔罗牌，抽到是 Ten of Wands， 是权杖10。好，大家一路辛苦了。好，再来是 Wisdom of Local， 抽到是 Time to Go， 是时候离开了，代表的是45号，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年龄。再来是绿魔法神谕卡，抽到是44号，代表是万寿菊有正向的一个意思。好，再来是 Energy Local 卡，抽到的是7号，代表是 Community， 代表是社群软体啊，或者是社团啊，或者是这个小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再来是 Monaco 卡，月亮牌卡，抽到的是 A New Romantic Cycle Begins， 说一个浪漫的一段关系即将开始，代表是 New Moon in Libra， 代表的是新月在天秤座，可能在看影片大家是天秤座的。好，那再来是天使回应卡，抽到的是 No need to worry， 不需要太过的担心。还有一张你抽到的是 No。好，再来是 Queen of Moon Oracle， 抽到是 Assess 评估跟衡量。那9号可能是你生日的日期。再来是这个Modern Witch 塔罗，抽到的是 Seven of Wands， 是权杖7。刚才第2组还是第1组也有抽到权杖7的一个能量。好，再来是这个浪漫天使牌卡，抽到是 Attraction 吸引力。他说 You attract romantic love by enjoying this moment fully。他说当你享受在当下的话，你将会享受浪漫的爱情来到你的一个身边。再来是这个 Ignite Courage， 去激发你的一个勇气。I am strong, valiant and courageous。我是强壮的，我是勇敢的。好，那这边有一个马，所以有可能大家是属马的，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咯。是不一定一定要是。好，稍等我一下哦，稍微调整一下牌面，让大家看得比较舒服一点点。好，第3组的大家4月份有机会一飞冲天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从牌面上看来，我觉得大家一路走来，可能觉得有点辛苦，有点疲惫了，觉得感觉前方的这个挑战啊，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啊、义务啊，好像非常的一个沉重的一个感觉。好，因为你有抽到 Mountain， 还有 Ten of Wands， 所以最近大家可能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家庭里的一个责任或者是义务，觉得背负的有点沉重，对，或者你是学生的话，可能是这个考试啊、课业的一个压力，让你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对，那大家还是非常勇敢的继续的一个前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虽然这个中间可能遇到了很多挫折、困难，还有一些不认可或者是嘲笑你的一个人，但我觉得大家始终都没有放弃，继续朝着自己的一个目标，继续朝着这个你所想要去的一个地方迈进。好，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棒。好，但我还有看到一个能量，除了继续朝自己的一个方向去努力之外，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在思考着，这个地方真的适合我吗？或者是身边的一个人事物到底是在利用我，还是压榨我，还是在利用我？对，还是真的是为我好
为我好，那想要训练我、磨练我，让我可以累积到这样子的一个实力或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或经验，才能可能当上这个小主管啊，或大主管啊，或者是成为这个接班人啊，对，或者是考上这一所好学校。对，我觉得大家也是在评估身边的人对待你到底是真心实意的，还是在欺骗你、哄骗你。那你自己也是在评估是不是后该要离开了，或者是该去别的一个地方再继续的一个努力。对，但我这边的牌面上看不出来，其实我觉得宇宙比较鼓励你继续的勇敢的一个向前。对，也许你可能觉得前方还有好多的一个难关哦，前方有好多的一个挫折跟阻碍哦，或者是一个新的一个专案让你觉得压力过大。对，但我觉得宇宙想告诉你，你是可以完成的。对，那对自己要有更加的正向的一个思考。对，不要放弃，那也不要觉得自己没办法完成，不需要太过的一个担心，你是有这样子一个能力去对抗或者是去突破这个难关的。对，那主要的就是你心里有没有勇气去迎面这些挑战，迎面这些困难。那有时候大家可能会退缩，或者是想说，那我干脆逃跑，或者是离开。那当然是可以，只要大家不会后悔的话。对，那你确定你已经尽了你自己最大的一个努力了吗？你确定你自己已经不留遗憾了吗？如果我觉得大家已经确认你已经付了你尽了最大的一个努力了，但是结果还是不如人愿，甚至是你不想要再继续了，因为前方的这个目标并不是你真心向往的一个目标，那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离开。那如果前方这个目标啊，或者是这个里程碑，还是你真的非常想要达到的一个状态的话，或者是达到的一个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大家蛮支持大家继续的坚持的往前走，因为避免大家将来会后悔，所以更加的坚强的相信自己，稳定自己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Think your feet， 对，所以更加的正向的往前走，我觉得是这个4月份大家必须要去突破的一个转捩点，就是你能不能冲过这一个阻碍，你能不能冲过这个挑战那去迎接你的一个胜利，或者是迎接你所想要的一个结果。那其实这一路上是有点辛苦，没错，但这些辛苦啊，这些课题啊，这些事情啊，都是你可以去克服的。我觉得这个是宇宙想表达的。那你是有这个能力去对抗这一切的，你是有能力去解决这一切的。对，只要你去好好的评估的话，你会发现你是有办法的，你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好，对，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到，不要觉得自己没办法这个完成这一项困难的专案，或者是完成这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考试，那你是做得到的，所以不用太过担心，那不要用过多的一个思虑或者是负面的一个想法来吓自己。对，因为你其实是可以做到的。那宇宙希望你可以更加的正向一点点，或者是勇敢一点点，去鼓起你的一个勇气去面对迎接任何的一个挑战跟难关。好，那当你勇敢的去迎接这些挑战跟难关的时候，我觉得结果虽然不知道会不会如你的一个愿，就是会不会成功，或者是失败，那我觉得至少最后你都不会遗憾。我觉得这个是宇宙想表达的。那如果你现在中途就放弃，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之后回过头来看，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可能就差那一步，可能就差那10步你有可能机会就达到你所要到达的一个目标了。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宇宙想表达的。对，那不管结果如何，那我们就是尽人事听天命这样子，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你会跟自己说，我已经尽力了，我尽了我最大的一个努力了，但是或许上天有另有安排，所以我这次失败了，没有关系，我们继续的一个往前走。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可以学习到你所需要的一个专业跟经验。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宇宙想表达的。
好，那所以更加的勇敢的、自信的一个往前走，我觉得是这个4月份大家会收获到一个还蛮好的、不错的一个能量，你将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跟勇气去接受前方者所有的一个难关跟困难。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更加的欣赏自己，更加的了解自己，对，你会更加的信任自己，你会觉得我已经尽了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努力啦，那我如果最后可能结果真的不如预期，那你也不会去批判自己，那我觉得这就是尽了你最大的一个努力之后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没有那个空间，你没有那个余地过来检讨自己，说是因为我不够努力，我失败是因为我没有坚持，我失败是因为我没有努力，我失败是因为我逃跑了。对，那你未来就没有这个空间可以去后悔，你没有空间可以去遗憾，因为你已经做了你所有应该做的了，那你也付出了你所有应该努力的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会越来越欣赏自己的一个地方，因为该做的我都做了，虽然我没办法控制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我已经对得起自己了。我觉得这个是宇宙想表达的，对，所以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那在这个路上可能会稍微有点辛苦一点点，但是我相信大家的一个勇气是足以去跨越这些障碍跟难关的。好，那再来是我觉得4月份在这个感情上方面啊，这个桃花运上面会还蛮不错的。那当大家专注在自己的一个工作上，或者是课业上，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兴趣跟爱好上，那你会很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一个非常自信的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状态。对，那其他人会被你可能专注的眼神啊，或者是负责的一个态度啊，或者是认真的一个样子啊所给吸引，因为你正在专注你生活中的每一刻，你即使遇到困难，你也不会退缩，你也还是勇敢的去迎接这些挑战。那这样子你其实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遇到一个真心想要照顾你，或者是呵护你，或是想要认识你的一个人，所以最近可能会有一个邀约，一个可能是透过朋友介绍的一个饭局啊，或者是联谊啊，或者是相亲啊，或者是有个人会搭讪你啊，希望可以跟你做个朋友，或者是吃个饭，或者是一起去爬山啊，或者是做一些看电影啊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因为我觉得你非常认真啊，然后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性是非常非常吸引他的，所以有人也会向你释出他们的一个善意，或者是对你的一个欣赏，或者是对你的一个喜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大家可以更加的欣赏自己，认可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是宇宙想要表达的。那一切都是因为你都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扎实，因为每一步你都非常的付出全力，所以这样子的你绝对不会去后悔之前我没有做到什么事，或者说后悔自己之前是不是太懒惰啦，或者是太怎么样而去失去了这个机会。不会的，你会非常享受当下，因为你知道你所走的每一步你都是尽了全力去做那件事情的，所以你会不留遗憾，你会非常的享受在你当下的一个生活。即使你最后没有失败，我相信你都会活出一个最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篇章。好，那这个是我想为大家做解牌的。最后再帮第3组大家念一下这个绿魔法神谕卡。你今天抽到的是40号，代表的是万寿菊，代表是98页。那大家如果最近心里比较彷徨啊，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大家也可以买一束菊花啊，来稳定自己的一个能量。98页。好，他说的是，下面有句话说，后卫总是让人变得更美好、更快乐、更乐意助人，他们是灵魂的阳光、食物和医药。说句话是路德贝本。
他说这张牌的意思是万寿菊代表一个更好的理解力，以及一个对结果和通往目标道路更乐观的理由，有很多制造偶遇和快乐气氛的机会。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之中，万寿菊也能帮我们专注在正向的念头上。你的内在小孩可能需要出来玩乐一下，记得一定要接受有创意的邀请，注意你可能不知道所有的真相，以及会有情绪上的一个障碍。那星座代表的是狮子座的一个能量，有可能大家是狮子座的，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好，那下方有一个小魔法，因为我自己没有尝试过，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到书店购买这个绿魔法神谕卡的牌卡，回家自行研究咯。好，最后再帮第3组的大家翻一下这个爱的解答之书。如果你最近有比较困扰你的一个问题，可以是工作、事业、爱情、人际关系各个面向都是可以的。翻开出一页，里面会有一句话给大家当做一个提点。那当然依照占卜，所以不可能符合到所有的那个问题。如果翻开出来之后，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表示说没有关系，当做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现在帮第3组的大家翻开出一页咯。抽到的是 yes， 好啊 ，yes， 好啊，好，那就要送给大家咯。如果你听了觉得不舒服，或是你听了觉得不相符，那就表示说没有关系，当做睡前故事听过去就好。好，非常感谢大家聆听到现在。如果不嫌弃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赞、留言或是订阅。不想要错过我新影片的话，也可以开启下方的小铃铛，这样只要我新影片的话 ，YouTube 就会通知你们。希望大家可以动动手指帮我个赞啊，或是留个言，因为现在影片真的还蛮多的，非常需要大家的一个支持。你们按赞、留言或是订阅，都是给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动力，继续拍摄类似影片提供给大家。那频道有开放会员的一个制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或者想要支持我永续经营外色不可塔罗的占卜的话，也很欢迎你透过加入会员的一个方式来支持我足够的一个时间、经费还有能量，继续帮大家拍摄类似影片提供给大家。会员主要分3个阶级，主要分初级、中级跟高级，都分别享有不同的一个福利。那初级的话，主要是有特别的贴图可以跟我互动，我会比较早回复大家的一个讯息。那最近还有一个新福利是，也可以加入这个外色不可塔罗的这个会员的一个专属的赖群组。那这个群组是匿名的，那我不定时的会在这个赖群组上面分享一些塔罗牌的知识啊，或者是我所看的一本好书啊，或者是好的一个电影，或者是一篇好的一个文章，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中微小美好的一个事物，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去疏解你的一个压抑，或是慢慢的在这个非常紧绷啊，非常快速的这个世界得到一个空间喘息一下。好，那再来是中级的、高级的、初级、中级的这个魔法师的话，主要是可以提早观看我所发布的一个影片。好，那也每周还有一次的这一个大众的一个运势的每周的一个预测。好，那高级的话，每个月还有一次的塔罗树洞的一个占卜服务。那这个服务是一次性的，你透过 email 问我一个问题，我会帮大家抽牌，然后把这个抽牌完的一个结果，然后并附上100到200字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指引提供给大家。那这个是高级魔法师的一个福利。好，那当然它不只有这些福利，只要低一级跟初级跟中级的这个魔法师所享有的福利，高级的一个魔法师它都是有的。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很欢迎大家透过加入会员的一个方式来支持我。好，那还是非常感谢老朋友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谢谢你愿意再次回来我的影片观看，不管你是按赞留言或是订阅，或是加入频道的会员，或者是购买我的手环，又或者是给予我超级感谢小额捐款的赞助，真的都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的频道的一个影片可以帮助大家在低潮啊或失落的一个时光，稍微觉得有一个人在支持着你，扶持着你，稍微觉得当你无法对他人诉说你内心的一个痛苦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可以去释放你一直以来压抑的一个情绪。那情绪一定要好好让它流动，不能用压抑的一个方式去隐藏它或埋藏它，因为最后可能会累积过多，会火山爆发，那会更难去
治愈或者是去释放。对，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情绪有一点点的卡住了，或者是觉得有一点闷闷不乐的，那要去学习着跟自己对话，那并知道自己卡在哪里了，或者是为什么不开心，或者是因为什么事件而难过。那在那件事件中是不是太委屈自己了，或者是太不关心自己了，对，而太过的去忽视别人的一个感受。那唯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释放，还有跟自己一个对话，你才可以慢慢的发现，自己情绪的一个症结点。那这个过程其实都是靠你慢慢去思索，慢慢去跟自己对话而来的。那这个疗愈的过程也都是你跟你自己的一个过程。那塔罗牌的一个占卜只是在提点你，可能跳出了一个讯息，可能跳出了一个文字，可能占卜师讲了一段故事，那刚好跟你的一个当下遇到的一个情况非常有共鸣，非常有契合，非常相符合。那其实它就是透过这个巧合跟这个共识性来提醒大家，请看看这个讯息，这个就是你卡住的一个点哦。对，那当你去留意到这些文字，当你去留意到这些讯息，当你去留意到这一句话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你的心一直在告诉你，请赶快停下来去消化这些你该需要消化的一些情绪跟所面到的一个课题。那这个过程会不太舒服，也会有点辛苦，但是外色不可塔罗会在这边一直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持续的一个支持我。好，那我们解牌到这边咯，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